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科技二流子。今天給大家介紹一款非常好用的翻牆軟件。VRAN 是一款輕量、免費、功能強大又兼容多種節點的 Windows 代理工具。它支持 Windows 系統、Linux 系統、macOS 系統，基於它的開源項目開發的 Android、iOS 等各個平台應用，實現了全平台的代理通殺。首先，我們去 GitHub 上下載 VRAN 客戶端，點擊這裡查看更多。以 Windows 系統為例子，選擇下載 Self-Contained 版本。下載完成之後，我們需要將它解壓出來，右鍵選擇解壓。找到 VRAN 圖標，點擊打開，這個就是 VRAN 軟件的界面。然後我們需要添加節點。我們先來介紹通過機場網站添加節點。打開機場網站。機場網站打開之後，需要註冊一個賬號，然後需要購買才能使用。再點擊訂閱中心，選擇應用。我們可以選擇 VRAN 或者是選擇默認選項。再點擊複製定位鏈接，然後點擊設置參數設置，往下找到跳過證書驗證選項，這個需要開啟。再點擊加號，設置一個備註名稱，將訂閱鏈接在可選地址這裡粘貼。這個是自動更新時間，如果需要自動更新訂閱鏈接，可以設置一個更新時間，下面可以先保持默認。點擊確定，再點擊訂閱分組，更新全部訂閱，這兩個選項都可以。節點已經更新成功，我們來測試一下節點的延遲，看節點能不能使用。右擊全選，然後再右擊，找到這個選項，測試服務器真連接延遲，也可以按這個快捷鍵 Ctrl+2，在這個節點後面顯示這個數值，那麼就表示這個節點是可以使用的。這個數值越小，表示這個節點速度會越快。我們先選擇第一個節點來試一下，右擊設為活動服務器，或者是直接按回車鍵，然後找到系統代理這個選項，點擊自動配置系統代理，這個圖標變成紅色，就表示已經科學上網了。可以打開 Google 網站 ，YouTube 也可以打開，表示已經科學上網。我們再來介紹科學上網模式，找到路由，默認是繞過大陸模式。這個模式是國內的網站走直連，國外的網站走代理，繞過大陸模式會更節省流量。如果你需要使用全局模式科學上網，可以選擇全局，我們一般選擇默認的，繞過大陸模式即可。這裡還有一個 PAC 模式，這個也相當於是規則模式。選擇 PAC 模式會使用一個 PAC 文件來自動判斷每個網址是否需要走代理。我們一般選擇自動配置系統代理即可。接下來我們再來添加一個訂閱鏈接，再回到機場網站。如果大家使用的機場網站沒有 VRAN 訂閱鏈接，只有 Clash 訂閱鏈接，我們怎麼添加呢？我們來演示一下，選擇 Clash， 這個就是 Clash 訂閱鏈接，點擊複製，點擊加號，填一個備註名稱，將 Clash 訂閱鏈接在這裡粘貼，然後找到訂閱轉換，我們選擇 Mixed 或者是 VRAN。Mixed 是混合模式，可以將 Clash 訂閱鏈接轉換成包含多種協議格式的通用節點。點擊確定，然後選擇剛剛添加的這個分組，點擊訂閱分組。我們更新當前這個訂閱分組，可以看到 Clash 訂閱鏈接也可以添加成功。這個就是自帶的訂閱轉換功能。接下來我們再來介紹添加節點鏈接。這個是 Vmos 節點鏈接，可以批量添加。我這裡一共有3個節點鏈接。如果您使用的是自己搭建的節點，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添加。我們可以將節點鏈接複製，可以批量複製，然後點擊服務器，找到這個選項，從剪貼板導入，或者是按快捷鍵 Ctrl+V， 這樣也可以添加節點。這個就是剛剛添加了3個節點，還可以手動添加節點，點擊服務器，支持目前常用的節點，這個是 Vmos、Vulus、Shadowsocks 等等，可以手動添加，也可以掃描二維碼添加。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內核切換。我們剛剛添加了3個節點，我們來試一下，看能不能使用。右擊設為活動服務器，刷新一下，這裡提示無法訪問此網站，那麼就表示不能正常上網。其實這個節點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這時候我們可以嘗試切換內核，點擊設置參數設置，這個就是內核設置。我們剛剛使用的是 Vmos 節點，它默認使用的內核是 X-Ray， 如果 X-Ray 不能使用，我們也可以改成 Symbox， 點擊確定，然後刷新一下，可以看到它已經可以上網了。我們在使用 Vmos 節點的時候，
如果遇到這個節點不能使用，就可以嘗試切換內核，可以改成 Sandbox。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多服務器最低延遲。我們可以同時選擇多個節點，先選擇一個，然後按住 Shift 鍵，再選擇其他，這樣就可以同時選擇3個節點。然後在右擊找到這個選項，多服務器最低延遲，可以多選節點，然後它會生成一個節點。我們點擊所有，在最上面或者是最下面可以看到有一個多服務器最低延遲的節點。我們選中這個節點，這個節點也是可以使用的，它會自動選擇一個延遲最低的節點來使用。我們再選擇這3個節點，右擊剛剛使用的是多服務器距離延遲，下面還有一個是多服務器負載均衡。如果你使用的節點有很多，但是節點速度比較慢，可以嘗試多服務器負載均衡。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TUN 模式，這個地方有一個啟用 TUN， 我們可以開啟，點擊是，然後 VRA 會重啟，再點擊開啟。我們在使用 TUN 模式的時候，這個系統代理需要關閉，選擇清除系統代理，然後我們選擇一個節點來試一下，是否可以正常科學上網。這個 TUN 模式和系統代理模式有什麼區別呢？我們在使用系統代理模式的時候，有些軟件它還是不能翻牆。如果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就可以使用 TUN 模式。TUN 模式它會使用一個虛擬網卡，可以讓電腦上所有的軟件都走代理。比如說有些遊戲或者是有些特殊軟件，我們就需要使用 TUN 模式才能翻牆。我們平時一般使用系統代理模式即可，這個速度會更快。就是在使用系統代理模式不能翻牆的時候，就使用 TUN 模式。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軟件的一些其他設置，點擊設置、參數設置，再點擊 VRA 設置。如果你需要啟用流量統計，可以開啟，這個是顯示實時速度，也可以開啟。這裡還有一個允許來自局域網的連接，這個就是共享科學上網。如果你需要將這台電腦科學上網的網絡共享給局域網的其他設備使用，可以開啟允許來自局域網的鏈接。我們退出 VRA， 重新打開，使設置生效。剛剛我們勾選了流量統計，在這個節點後面可以看到有這個流量統計，這個是總上傳，這個是總下載。在這裡也可以看到實時的流量，這個是代理的流量，這個是直連的流量。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設置，備份和還原。可以將節點和配置文件備份到本地，然後再恢復使用，也支持遠程備份，可以備份到 WebDAV， 可以在這裡設置，可以設置 WebDAV 的服務器，就可以遠程備份，然後也支持遠程恢復。這個功能還是非常實用的。如果你有多台電腦，需要使用同樣的節點和配置文件，可以使用備份和恢復。視頻中軟件的下載鏈接我已經放說明欄裡，僅供學習參考。我是科技二流子。如果視頻對你有點幫助的話，歡迎點讚、關注、評論、轉發。